这一次戏其实是我们从2014年诸神黄昏以来一直在做的声音剧场的一个美学实践。整出戏的最开头就是想谈，大家讲到白色恐怖，就是会提到228，就是可能只看见228的这件事情。父亲是个工人，不见天日在狂啃。我要跟随工会去斗争，直到斗争能获胜。因为我们希望还原整个事件作为一个人出发的观点的小历史，就是小的叙事、民间的叙事。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人他的成长背景，主要以农人、工人、学生3种人可能会有3种观点。他遇到了什么事情，然后逮捕的过程是什么，然后在关押的过程，他们忍受的是什么？他们面对怎么样子不公正和极为恐怖的审讯，到他们选择自新或者没有，他们被枪决或者没有，到曾美兰发现就是整个6章里的乱葬岗，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以遗书作结。那事实上，我们选择的叙事方式，希望能采取，比如说民间歌谣、念歌、说书，这些方式，也就是一个民间叙事。所以其实从头到尾，我们都是就这个立场去想找到一个对话的可能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地方，他们都是有一些是文创园区，那他们在空间转型的过程当中，并没有处理自身的关于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历史或者是记忆。是要告诉我，这是个危险的世界，我们应该保持沉默。不，难道你忘记了在国防医学院的时候，那一个没有参加抗议、保持沉默，后来受不了精神压力而上吊自杀的同学吗？基本上，声音剧场这件事情最开始的我们想象，就是乐手跟表演者他们都能够在舞台上去贡献他们关于处理文字、处理语言的方式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人声的氛围，不见得是一个语言上的意义。然后我们试着再把演员的表演跟乐手的表演放置在同样的平台上，然后音乐的表演者他在演奏的时候，他在做的同时也是一个剧场里面的身体动作。然后我听到有很多名字被喊出来，接着就是枪声。有的连续4、5声。直觉来说，就是说我们用声音为主来产生一个叙事。可是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的声音剧场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在铺路所有的技术。上层蒋总统改判死刑枪决。埋葬的故事将精髓。曾美兰用她工人的手抓起一把野草，使劲地在木石上搓揉。石头上的文字逐渐清晰，她睁大了眼。民国41年8月8日，徐庆兰。阿狗啊！如果你说剧场从以前到现在作为一个仪式，它本来就是连接死者与生者，连接过去的事以及未来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歌唱，然后我们表演的这整个目的，它回到剧场最原始的本质，它就是在连接过去的死者与未来的生者。